美國把馬杜羅抓起来這事吧，我看網上好些人都在那兒喊呀，哎呀，美國太牛了，特種部隊從天而降啊，中國在委內瑞拉的投資完蛋了。很多人覺得啊，美國這回是露了大臉，把馬杜羅給按住了，委內瑞拉這塊肥肉啊就得乖乖的端上桌。特朗普這回啊，把算盤打得噼里啪啦響，結果呢，真沒這麼簡單啊。先說說老美這個小心思啊。你說這個特朗普啊，都這個歲數了，折腾個什麼勁兒啊？真的就是為了什麼反恐、什麼缉毒？快拉倒吧！這種鬼話啊，也就是騙騙3歲小孩。美國自己呢，就是全世界最大的毒品消費國，費城大街上那些喪屍啊，也沒見着他管呀。怎麼大老遠的跑南美去殺毒贩子啦？說白了，這就是看人家家裡面有寶貝，不想讓自己挣錢買，就想着怎麼把人家的門給撬了。委內瑞拉有什麼呢？那是真的家裡面有礦啊！你知道那個地底下埋着多少油嗎？3000億桶啊，全世界第一，比沙特那幫土豪還多。要是按現在的油價算哦，那錢是天文數字呀。那除了石油呢，還有金礦，那是全球第4，還有铝土礦，全球第3。你更別提那什麼鈦呀、镍呀，那都是造航母、造電動車離不開的寶貝疙瘩啊。這特朗普是個什麼人？那可是生意人出身啊，他那個眼珠子一轉，看見的可不是馬杜羅這個人哦，那看見的是那黑乎乎的石油，是金灿灿的金子呀。他自己都不裝了啊，他直接就說了，我要讓美國最大的石油公司带錢過去挖油，我要管理委內瑞拉。听听啊，這個話翻譯成咱們老百姓的大白話是什麼呢？把你家那個存折給交出來，密碼告訴我，以後怎麼花錢我說了算。等把你家那點家底給掏空了，我再考慮還要不要管理你。這就叫明搶啊，這就是赤裸裸的土匪邏輯啊。為了這一天呢，他可是沒少下本錢啊。打去年8月份他就開始布局了，又是派這個軍艦封鎖啊，又是搞這個無人機偷襲。到了今年更是懸賞5000萬美元抓馬杜羅。他以為吧，把这一國之君給抓了，這個國家呢就得亂，老百姓就得慌，軍隊就得倒戈，然後呢他就可以大搖大擺的進去收資產了。就像咱們看那個警匪片啊，以為把這個大哥給抓了，這小弟們就得散夥啊。咱們再往深了聊聊，就是這件事兒表面上看嘛是抓人，實際上是2種邏輯的碰撞。那特朗普代表是什麼呢？是老美的霸權邏輯。這種邏輯就是我是老大，我看你不順眼，我就能把你家門給踹開，我看上你家東西了，我就能立個規矩把你抓走。但是時代變了呀，現在的國際社會那是你想怎麼折騰就能怎麼折騰嗎？你看看这次這特朗普這個手一伸，全世界是什麼反應啊？俄羅斯那是直接拍桌子嚴重警告。咱們中國呢，那也是強烈的譴責，違反聯合國憲章，破壞和平。巴西總統盧拉那是委內瑞拉鄰居吧，說話更難聽，直接2個字兒綁架。古巴、伊朗那些老弟兄就更不用說了，那是破口大罵呀。最逗的是什麼呢？連美國的那些個歐洲盟友這回都閉嘴了，甚至還有的暗戳戳表示不滿。為啥呢？因為大家都害怕呀。你想想今天你能隨便編個理由抓這個委內瑞拉的總統，明天是不是看我不順眼也能把我給抓走？這一國之君那是受國際法保護的叫國家元首豁免權，這是國際關係的底線底線要是沒了，這個世界不就成了黑社會修羅場嗎？特朗普這一下算是把美國的底褲給扒下來了。以前美國吧還要點臉，哪怕是打這個伊拉克還得拿罐洗衣粉晃悠晃悠說是大規模的殺傷性武器，哪怕是搞暗殺也是偷偷摸摸的讓這個中情局去幹。這回好了，直接特種部隊上門明搶這種吃相誰看了不惡心，誰看了不心寒？尤其是南美洲那些國家美國呢一直把拉美当後院，現在好了，後院起火了。大家一看跟着你混一點安全感都沒有那指不定哪天就被你给炖了。所以说大家都不是傻子了，都知道要獨立自主了。誰還願意當你的提款机誰願意當你的殖民地再說回那點石油這特朗普心心念念的就是想讓美國的石油公司繼續發財。可是這個事兒它有那麼容易嗎？你以為那是去超市買東西嗎？交了錢就能拿貨？石油這個東西那是埋在地底下的，你想把它給弄出來得有設備，得有技術，得有工人，還得有路運出來。
那現在委內瑞拉的石油產業是個什麼狀況呢？那是被這個老美制裁了好些年啊，設備老化，基建破敗，想要恢復產能，那得砸進去多少真金白銀，那得修多少路啊，那得換多少零件，這就需要一個穩定的環境。可是現在呢，特朗普把人家總統抓了，把人家的仇恨值拉滿了。哎，你要是這個美國石油公司的老闆，你敢去嗎？你那鑽井平台剛搭起來，哎，不知道哪兒飛來個無人機給炸了。你那個運油車剛上路啊，哎，被游擊隊給劫了。委內瑞拉那地形啊，叢林密布的，當年可是出游擊隊的地方啊。到時候啊，這個委內瑞拉就不是提款機了，那就是個無底洞，是個绞肉機。而且啊，現在的油價也不比當年了。美國要是現在這個泥潭裡啊，花大錢去維穩啊，最後挖出來的油能不能回本還不一定呢。所以說啊，特朗普這哪兒去做生意啊？這簡直就是賭博，而且呢是拿着美國的國運在賭。他想的是資源變現，實際上很可能是引火燒身。他那些石油金主們啊，現在估計啊都在罵娘呢。老特呀，老特啊，你這哪是給我们找財路啊？你這是把我們往火坑裡推啊！而且委內瑞拉的資源控制權啊，這個核心還在德爾西那幫人手裡啊。這套體系是人家經營了幾十年的，盤根錯節啊。你抓走一個馬杜羅，這底下還有千千萬個幹部啊，他們都是這套體系裡的受益者。他們會乖乖的聽美國人的話，把自己的飯給交出去嗎？做夢去吧！他們只會抱團抵抗，跟美國人死磕到底。因為他們知道啊，一旦美國人進來了，他們才是真的完了。所以這塊肥肉啊，特朗普是看得到聞得着，就是吃進嘴裡吧，那是滿嘴的沙子，還得崩掉2顆牙。咱往長遠了看啊，這次事件吧，可以說是美國霸權衰落的一個標誌性事件。真的啊，我不忽悠你啊。以前美國辦事呢，講究的是師出有名，雖然那名吧經常是編的，但是好歹也是走個過場啊。現在呢是徹底不要臉了。這一不要臉呢，看着是兇，實際是虛。真正的老大啊，那是不怒自威啊，不需要天天拿刀砍人立威。哎，只有那個過了氣的大哥才需要天天咋咋呼話，生怕別人不知道他厲害。這特朗普這麼幹嘛？實際上是在透支美國最後一點信譽啊！哎，以後誰還敢去美國開會啊？以後誰還敢把這個錢存在美國啊？誰還敢信美國的承諾啊？各國呢都在重新審視和美國的關係了。去美元化那還得加速，建立獨立的支付體系啊，那還得加快。大家得抱團取暖呀，得離這個瘋子遠點啊！特朗普本來呢想搞個大新聞，給自己的選情加分，給這個美國立威，結果呢，他在這個國際上成了孤家寡人啊，在這個國內呢，估計也得挨罵。哎，你想啊，他這一搞啊，這個油價要是波動了，這美國老百姓加油貴了，不還得罵他嗎？他在這個歷史上啊，那得留下重重的一筆黑賬。後人翻開書一看，哦，21世紀20年代，美國總統幹起了綁票的勾當，真是越回越回旋了。所以啊，你別看現在這個新聞裡啊，美國好像很威風，那是秋後的螞蚱，蹦螞不了幾天。這世道，公道自在人心，哪有什麼理所當然的掠奪啊？哪有什麼天經地義的霸權？好啦，今天就聊到這兒啦。你覺得局勢會怎麼發展呢？評論區聊聊哦。